我要把你们拆碎！给我飞镖！滚开！丑东西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厉害！冰葬，给你一个冰锥！滚下来，给我干！比虫子还恶心！很吵，不准靠近！程医生，稳住，没问题。上面有人！什么？见鬼！他是谁？为什么所有的丧尸都不动了？动不了，我的直觉在尖叫。动不了，这是什么？动啊！该死！枪，动不了，枪管被什么压住了？涂37，你躲了2季，整整112级，现在该跟我们走了。或者我让他们继续，你的队友还能撑几分钟，你自己看。瞒不住了。37，外面那些人，梅队长、雨盘、莫阳，他们还没看到你的眼睛，现在还来得及，我们还能说你是被丧尸控制住了。费城说的对，你只要不下车，我们还能给你圆。程医生，圆了这次，下次呢？他们能追到这里来，就是知道我已经藏不住了。我留在车上，全车人一起陪葬。我不走，他们不会收手。谢谢你啊，程医生，这1年多辛苦你了。拿着，加油，我相信你能做出来的。土工，梅队长，枪放下。他的眼睛，我知道，枪放下，她是我妹。所有人听着，涂工被丧尸抓走了。重复，涂工被丧尸抓走了，把这个消息传回车里，立刻。小孩，理智点，打死谁都不划算。这么冲动，你就不想知道你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吗？你跟我们一样，也是实验品。置换异能都是假的，我才不会相信呢。毕竟我没亲眼见过你被关起来的样子，只能靠想象了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录像机。不过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枪膛是空的。从他把枪插进腰间的那一刻，我就探到了，置换异能不仅能制造幻想，也能摸清目标认知里最细微的盲区。这是我们的诚意，给你3分钟告别，我们在后面等你。37，林露姐，后面的事交给你了。37，程医生37的红眼病又犯了。刚刚37想下去帮忙，但是一下车就被那只绿色头发的高级丧尸抓住了。一定是我们的异能武器让丧尸们乱了阵脚，这是一场有目的的围袭，他们的目标就是37。就是这样。可他，涂玉，涂工被抓走的事情还要上报给队长。他或许还会回来，他肯定会回来的，这是他要做的枪，他总要回来拿吧。来丧尸阵营本来就是为了点对点研究这些高级货，好做出一款能扫出所有丧尸的扫描仪。跟谁走不是走，至于清代和扶桑，他们只是执行命令的人，跟他们同行是最好的情报来源。你们说的实验体是怎么回事？字面意思，你、我们变成这样都是实验的结果。记得你之前喝的药剂吗？那也是实验品。只有他们内部的人才能拿到，不过现在都被销毁了。那东西不是对丧尸有益的吗？人类研究这东西做什么？这东西会让我们产生很强的依赖性，尤其是对我们这种实验失败体来说，这药剂堪称续命水。实验失败体？不过续命的同时，这东西也是一种生物毒药，服用的多了，总有被毒死的一天。
那这不成了夺命的了吗？你之前说我们是同类，但是形成方式不一样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们是被抛弃的失败体，会变成这样是老大咬的，你不是，你应该跟老大是同等级的变异体。三七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你是谁啊？我是无双啊。没事，之后你会知道的。我带你去看个东西。0号实验，这就是他们要告诉我的全部。扶桑他们所说的实验体，应该就是这个实验了。这个0号实验是做什么的？怎么全部失败？我刚刚没有看错吧？老大居然也有笑成那样的时候。那样怎么了？竟然怎么？你喜欢的话，我也可以这么对你。不用了，老大，我还是喜欢你平时威武的样子。你去门口等他，一会儿带他去我隔壁的房间安置。另外，让这只丧尸跟着37，要是要有什么事情，都交代给他去做。你们3个跟我来，我打算给37建个实验室。老大，他连通讯器都没带回来，可能不太会愿意给我们设计武器的。我当然知道，他在人类的地盘上待的时间太长，现在要让他接纳我们，肯定需要时间。我只是不希望在他想通了的时候，我竟然没给他准备好。有毒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之前找你拿的时候，你也没说这一点啊。就算我当时告诉你了，你就不会再给涂37用了吗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上次找我要的屏蔽器，我在涂37脖子上看到了。从他的觉醒状况来看，我现在有所猜测，他或许不是失败体。那药剂的毒只对失败体有效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因为这个不是核心数据，是有关药剂的研究档案。药剂研究是去年才被叫停的。什么意思？我接手的时候，特区已经禁止活体实验了。你或许应该回第一特区找答案。2年，我丢了整整2年的记忆，可他的证据，清代给我看的幻想，全都在说我12岁那年确实被抓进去过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有实力，早晚会报复回去的。我不想报复人类，可你现在是丧尸。我们真的是好朋友吗？当然。那我们去死吧。你先好好休息。我原本只想安安静静搞科研，现在倒好，全乱了。他的话，他的善意，我不能全信。他知道我哥，可他也能下令威胁我。他到底图什么？图武器，我不做，他也逼不了我。图异能，我俩同级，这东西又抢不走。涂37，吃饭了吗？谢了。没事，老大让我送来的。摆上啊。哦，好，你慢用。别这么拘谨，我又不是你们老大。你兜里装的啥呀？这饭菜看着是挺好，但怎么就是没胃口呢？这可是老大特意给你做的人类吃食，你居然没胃口！你们平时都吃什么？吃变异兽，没吃的就啃低级丧尸。你是被老大咬成这样的？不是，他是江离队长咬的。江离是再生异能，我被咬后也觉醒这本事了。先安回去再说。我被你们咬一口也能觉醒异能？可拉倒吧，你等级比我们高多了，反倒是你咬我们说不定能觉醒你的能力。行吧，我不乱咬尸就是了。G 博士，你当年可不是这水平，配个试剂几年都没个能用的。你当年毁了所有数据，我一把年纪复刻哪有这么容易？只有找到当初那个成功实验体，我才能精准比对。忘了告诉你，人我已经找到了。你在哪儿找到他的？我会尽快送他的数据过来。博士，你没多少时间了。这感染速度简直离谱。37，你在找什么？找紫渊呢。我们玩隐身捉迷藏，你们年纪相仿，能玩到一起，我很高兴。要是能恢复记忆就好了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却什么都记不得。没关系，现在这样就很好。实验体的记忆本就没什么美好，想不想出去玩？我还能出去？我以为自己被软禁了。你有手有脚，当然能出去。江离他们刚拿下 S 城，想去看看吗 ？S 城在哪儿？异能者阵营最近的那座城。37带我去，我能捡宝贝还能放风。带你？
除了拖后腿，还会捡垃圾。你说谁呢？你才只会捡垃圾。上次 S 城谁给你找的信号干扰器？那本来就是子渊你的活儿，干好一次还想要奖章？行了行了，都带都带，再吵谁也别去。老大，你太信任他了。你觉得为他好吗？以后你们也要对他好。去 S 城，他要是跑回人类阵营呢？他做什么都别管，保护好他就行。有空带他去监狱逛逛。是。怎么是 S 城？当初这里还是完整的。确认过了，城内没有人类存回。三七，你看这个能做零件吗？赶紧扔了，恶心死了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你手不想要了？我的手，我要把手洗100遍！知道人类为什么死咬着 S 城不放吗？不知道。因为这里藏着末世监狱。这里关的是人还是丧尸？都有。假惺惺的东西，等老子出去扒了你的皮！烂人到哪儿都改不了。就你嘴贱！哟，红眼睛小妹，新来的？不用理这种人渣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想了一下，他自己就死了。对了，你们留着他还有什么用吗？留着他们也没别的用，偶尔能拿去换些物资，比如这种第5特区最新的异能子弹。杀伤力这么强的子弹，用来换这群人渣？杀了也就杀了，没什么损失。里面还有一层，带你看看。就你嘴贱！现在好了吧？丧尸还能犯下什么过错？他们意识还在，不死心，非要回以前的人类特区求人家庇护。可人类哪会心软，多可怜，管你多无助，往死里打。最后被打得半死不活逃回来。老大嫌麻烦，懒得管，就扔在这儿自生自灭。这家伙分明就是拐弯抹角说我呢，暗讽我以前也对人类抱有幻想。老大说过要保护好他，不管去哪儿都得跟紧了。他以前是特区的治疗师，救人时被感染，最后被队友抛弃了，挺可怜的。不是被抛弃，是他们没忍心对我下手，要杀就动手，别磨磨蹭蹭。看着你们这些同类，我就觉得恶心。你说谁恶心呢？你自己都是丧尸，凭啥瞧不起同类？装什么清高？我宁可死，也不愿接受这种人不人、尸不尸的身份。现在想死都死不了，有本事动手啊！气死你！气死你！老子鱼，女士，真的是你？你咋在丧尸地盘啊？你身份暴露了。那是你老婆？对呀对呀，她叫小张。一条鱼和一只拟态章鱼，倒也挺配。这儿可比外面安稳多了，没捣乱，还有医生治病。我前阵子偶然发现这儿，就带着小张搬过来了。不如现在这样，无拘无自在。我就是随便过来逛逛，没别的意思。你说的医生就是他？看他脾气挺冲的，还愿意给你们这些变异玩意儿治病。对啊对啊，他人可好了，不管是人是丧尸，还是我们这样的变异生物，都一视同仁，啥伤都愿意治。没想到这位看着冷漠倔强的治疗师，心底竟有这么软的一面。行吧，你恨你的，别瞪了，走了。下次再来跟你吵，谁怕谁？你是说没人怂恿，他自己动手解决了那个异能者？是，紫云还说他和监狱里的治疗丧尸起了冲突。你先下去吧。涂三七根本不用我费心引导，他比那些老谋深算的人通透多了。他心思单纯，重情义，只是在异能者那边待久了，如今愿意动手，就说明他分得清对错，早晚会站在我这边。你别忘了，他的亲生哥哥还在异能者阵营，亲人于你，他终究会有取舍。江离，帮我！怎么每次都对我的头发下手呢？你就是不长记性。谢谢江离，那他也不长记性呢，他甚至没有人帮他长头发呢。你们能一样吗？那治疗师恨不得去死，会在乎几根头发吗？老大在房间吗？刚刚出去，
你这伤怎么弄的？摔的。再坚持一段时间。那我先进去了。你很喜欢跟涂三三待在一起，是老大让我跟他待在一起的。那就好。你不要太喜欢他了。什么叫不要太喜欢他？喜欢不喜欢的又不是我说了算。紫渊，进来。你在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有点个人爱好而已。巧克力只剩2块了，就在抽屉里，你自己去拿吧。谢谢啊。我喜欢更甜一点的，这个不是很好吃。那你还有吗？我也喜欢更甜一点。这不是扶桑的吗？上次在扶桑腰间见过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真的。扶桑让我把这个给你，我就给了。没有了，等下次有机会给你带。他们就是纯不想活了。队长，要打吗？打！下车，速战速决！不是，凭什么？果然。我的天，如月，你是不是几天没洗澡？这些丧尸怎么这么喜欢你啊？真是奇了怪了，以后这些丧尸是不是还会钻到我被窝里偷袭了？行了，就你话多。你还真把林一的话当真了，这哪里是喜欢你，摆明了是冲着你来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三七那红眼病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真相。程医生打那以后就申请去了第1特区，彻底断了音讯，怎么都联系不上。后来我一有空就去问费雨辰，还有所有和他一起集训过的队友，可每个人的答案都一模一样，他不过是个身子弱却天赋异禀的工程师。6年前因为丧尸群的冲击，我们兄妹俩走散，我被异能者救回去后积极配合，为的就是能外出，希望在走南闯北做任务的途中碰到可能还在流浪的他。1年前好不容易找到了37，万幸是他没有被感染，我打算把他带回特区，接受自保培训后就能毕业，在基地里过上安稳的日子。只是没想到，到头来亲妹妹什么时候被感染的我都不知道。涂玉，如梦，过来帮忙，涂玉晕倒了。去年6月第1特区下了新指示，各个特区都要再建一个新基地，专门安置从外面救回来的人。第5特区照做了，我这才能拿着检测学习的名额过来，把新救回来的人和原基地居民分开。医生的直觉告诉我，这是在隔离。至于隔离什么，红旗火山那个扫描仪都认不出来的高级丧尸，还有剩下那2个分不清是人还是丧尸的孩子，看到这些之后多少能猜到了，大概就是之前那批实验体逃出去后四处感染，上面担心救回来的人里藏着特征还没显露的潜伏丧尸，所以才要把他们跟原住民隔开。岳林是我唯一能接触到的与实验体有关的人，况且之前涂37在第1特区比赛的时候，岳林跟他有过接触，他肯定知道些什么。问题是，我和岳林之前闹崩后，关系僵得人尽皆知，哪怕是根本不了解当年内情的医生同行，都知道我俩有矛盾。这种情况下，2个人要是突然心平气和地凑在一起说话，那也太诡异了。所以，只能用最不会让人起疑心的方式接近他。所以你是特意来找我茬的？我说诚实，你每天都在蹲我，然后打我一拳，你有完没完？这小子，他就知道还记着之前的仇呢，下手真重。咱们各有各的选择，我是真没想到你会正义到记恨我好几年的程度。我现在又没碍着你，咱们以后见了绕道走，谁也不心烦。你那巧克力什么牌子？我俩之前共事的时候，我没有吃巧克力的习惯。知道这儿的人，整个第5市区就那么几个，都是那批孩子。原来不是我怀疑错了，某人不是死也不插手实验体的事吗？你怀疑了什么？看什么看？要不是看在咱俩之间的情分上，你想签这协议还签不了呢。说吧。想清楚了，签了，咱们可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废什么话！所以现在能说了吧？他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怀疑他是觉醒了。我之前有心给他掩护的，但是他自己先一步把血液样本替换了，我也没拿到他的血液，怎么怀疑也没办法证实啊。你们不应该有个实验体数据库吗？是有，但他的记录
没有。那你是怎么发现他的？我在第一次给涂三七做红眼病检查的时候察觉了不对，可你不一样，你没数据也没样本，涂三七身上还揣着屏蔽器，不可能主动暴露过自己。你手里什么都没有，怎么发现他的？我认识他，只是他好像忘记了那些事，也不记得我了。他的数据都被人为删除了，所以数据库里没有。当年也就有一份手写的报告，不过你知道的，爆炸之后什么都没了。现在知道他身份的，加上你，第一禁区总共只有4个人。他或许是最有可能结束这场病毒蔓延的人。可惜了，短时间内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了。他哥哥呢？哥哥？亲哥哥？如果涂三七可以，那一定程度上亲哥或许也行。他亲哥在哪儿？我那里有他的血液样本和报告，他亲哥也在我们特区。隔行如隔山，以前拆机器，现在拆丧尸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干了。涂三七，快点跑了，别管那破脑子了。感觉好像哪里怪怪的。别愣着了。啊！天哪，是我的错觉吗？这炮弹怎么感觉长了眼似的？不是错觉，这异能炮弹的确是装了追踪功能，才5个月时间，费雨城就把这玩意儿做出来了。你的异能怎么一卡一卡的？别怕，有我呢。最近怎么没看到清代？老大，找不到涂玉。我潜入了第5课区，冒了很大的风险，但还是没找到。废物！出去吧。扶桑回来后，让他来找我。是。看来这是没绝掉他的亲人呐。这不是你该管的事。我才懒得管这事儿呢。我只是想知道，你什么时候给我弄来血液样本？我不是没找机会下手，但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他总能避开我的针管。他等级也不低，我完全没办法像压制其他人一样不知不觉就得手。更何况对他来说，失忆忘记了过去是好事。我也不想直白的告诉他我要取血，免得刺激他想起来什么。他现在去战线了，取血的事过段时间再说。我等得起呀，但你们呢？扶桑最后一次带回来10几支药剂，已经是1年前的事情了。时间，我最缺的就是时间。其实这个问题也没那么复杂，只要让他和你一样憎恶亲人不就好了？你想耍什么花招？我没想耍花招啊，我只是想在死之前亲手做出那个东西而已。我只是建个议，你不采纳，我还能逼你不成？他和你一样，亲手让他变成现在这样的人，是他的父亲。真的？我当年不是没跟进过他的项目，这个消息第1停区都没几个人知道。被亲生父亲送上实验台的感觉，你应当最清楚了。你要是有自信让他变得和你一样憎恶亲人，你大可让他自己去发现真相。他当然会憎恶这样的亲人，我们才是彼此最能感同身受的存在，他们总会再次志同道德的。走了，涂三七，冻死尸了。下次咱们还是就待在营地里捡垃圾吧，别出来玩了。好。这次江离原本想劫持第5政区派送过去的武器物资，其中就有刚才用到的那种定位追踪异能炮，但最终还是吃了火力上的亏。马上就是最寒冷的季节了，这次回去后，聂无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安排战斗活动，至少能消停一阵子。老趴在床底躲人也不是个事儿啊，万一聂无双哪天又悄无声息的瞬移进来，我连爬出来的时间都没有。三七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请讲。那是我给你建的实验室，等你回来应该就能完工了。谢谢啊。从来没听紫苑闲聊的时候提过还有这么个地方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他怎么了？快死了，是个可怜的孩子。这又是什么？这是你之前送给我们的那支药剂的替代品，只能暂时缓解。好孩子，把你看到的告诉三七吧。第5特区送了一批人类去第1市区，随行人员包括研究院的人，还有一队异能者。送人类去第1社区做什么？原本你忘记了实验体的糟心事，我替你开心，但现在情况特殊，我不得不重新跟你提起。三七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？因为被抓去做实验了。不错，他们之所以做实验，是因为想创造出一种
能与丧僵尸对抗的存在。异能者的摄数量，而培养一个异能者觉醒，也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。看着丧尸传播如火燎原般超出料想，情急之下，他们盯上了丧尸的异能。要是把丧尸的异能研究明白，再将这种能力加抓到人类身上，让人类拥有同样强大的能力，不就可以解决异能者稀少的难题了吗？所以，有了我们，那他们现在又送人类去第一禁区，是打算……不错，他们还没死心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去一趟第一制区，把他们的研究院炸了。毕竟你前不久才从那里离开，对那里比我们要熟悉。而且你等级高，我相信聂无双说的是真的吗？在亲手创造出2个变态高级丧尸之后，人类组织那边竟然还没死心。可是今天聂无双一番话，直接给我整不自信了。万一他们特意把那些人隔开，为的就是现在重新做实验呢？可是这样的话，跟自取灭亡有什么区别？第一社区的总队长是不是被丧尸啃了脑子？他们到底在想什么？如果聂无双说的是真的，那他为什么要去炸掉研究院？作为丧尸头子，他竟然在为着人类考虑吗？丧尸，我自己也是丧尸啊，我不是照样站在人类那边的。今天聂无双说要取一点我的血给扶桑做续命水，我也趁他不顺走了这支他给扶南香注射剂，就是这个。南下途中，扶桑避开轻率的告诉他的找机会将一支灰白渊真剂注入他体内，只是紫渊没成功，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这实在不像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几个晚上没睡觉了？黑眼圈都快比眼睛大了。现在看不到了吧？看不到了。带上这个，可以帮忙干扰他们的能量检测。博士，T 博士，有急事去您办公室说。外面那些新人恐怕连研究院还有 T 博士这么个人都不知道，但这事只能找他。我们找到你儿子的下落了。博士，上次到异常能量波动，我们的猜测没错，37他就是觉醒了。他运气好，被他哥哥带回第5生区后碰上了我朋友。现在他哥哥屠玉也在第5生区，我已经跟我朋友商量好了，再过一段时间您就能见到他了。您的实验或许可以继续。我现在签了第一特区研究院的保密协议，把屠玉调去第一特区这事，根本没办法直接跟陆队开口。严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如何？你的猜测有80%是对的。你确定过屠玉的信息吗？当然，这2兄妹 DNA 都比对过了，这信息还能有错？这俩孩子真是倒霉。你现在是不是要把屠玉带过去？正愁呢，没办法直接跟陆队申请调人，又不能直接把人扛走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交给我。研究院前不久确认了一批可疑人类，要送到第1城区去，以防万一，研究院工程部都要派人跟着。此外，还需要安排一批保驾护航的异能者队伍。你想让屠玉作为护送队伍的成员，光明正大的过去？正好他归队报道，合情合理，没人会怀疑。护送一批人类去第1社区，服从安排吧。屠玉，第5技能区护送队的。是，我们被安排在哪里休整？临时安置区在那边，房间已经分配好了，讯息会发到你通讯器上。有关屠37的事，过来一趟，当面说。37怎么？你小心些，说好了先去写的。你现在才心虚，是不是晚了点儿？屠37的事情已经失控了，现在只寄希望于在他身份曝光之前，这个实验能够成功。只要拿到异世纪，哪怕只有1点，他就能光明正大的回到第5市区，继续当他的工程师。你是他朋友，我也是在帮他，别磨蹭了。对不起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没想到我诚实有朝一日竟也会亲手将一个人。为什么一双儿女都没能逃过被丧尸感染的命运？等会儿出去，可能就会被雷劈，但也只能这样了。人类，屠玉怎么是人类？爸，你还活着呢。这位博士，是
是这兄妹俩的父亲。你在搞什么？你不是跟我说屠玉也可以吗？是啊，屠三七都可以，他亲哥不是很有可能也行，血缘关系在那儿摆着，说不定屠三七有的那对特别的基因序列，屠玉也有呢。可以个屁呀！我说你刚刚心虚个什么劲儿呢？程石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，竟然敢拿大活人做实验！你们之前拿屠三七做实验的时候，他不是大活人吗？他是大活尸。之前让你签保密协议的时候，你一个字没看。原来之前严婷问我有没有确认过屠玉信息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他变成丧尸不是因为实验，变成高级尸是因为实验。但是我们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感染了。那4年前爆出来的那些人，当然不是人，是还在潜伏期的丧尸。程石，你好恐怖！豁出去当恶人之后，回头发现只有我一个恶人。爸，真是你啊！10多年前你外出给家里找食物，但没想到有一群终极丧尸早就潜伏在我们蜗居的那个安全地里。低级丧尸只知道追着人咬，动静很大，能提前避开。但终极丧尸不一样，他们白天压抑着本性东躲闲藏，到了夜晚就出来啃食那些落单的人。同类之间还会传递信息，把强壮男女和老弱病残区分开。你返程的时候，那群终极丧尸已经暴露了，大街小巷全是逃窜的人。你再匆忙赶回去，妈用身体挡着门，我和三七拿工具不断砸门外那只咬着妈胳膊的终极丧尸。你不是很强壮的人，但那一瞬间，你拿起菜刀就砍下了终极丧尸的脑袋。可是妈的瞳孔已经开始异变了，就算斩断他被感染的手臂，也来不及了。三七那时候才4岁，紧紧抱着妈不肯撒手，最后妈用仅存的一丝理智把他推开。你们对视了一眼，然后妈最后看了我们一眼，踉跄起身，冲出去挡住了那些终极丧尸。你没敢浪费妈拿命换来的机会，抄起我们2个就跑。可是外面被感染的人越来越多，最后你把菜刀和三七都交给我，自己去引开了身后的丧尸。我是抱着必死的心去的，可每每竭力的时候，就想起你妈，再想到自己多坚持一会儿，你们就能跑得更远些，我就又能继续跑了。然后你就被第一社区的人找到了。大概也就过了2个小时，第一特区的人就及时赶到了，可是他们全程搜索后也没有找到你们。你带着你妹妹躲到哪里去了？我们坐上车跑了。我当时8岁，一手拉着妹，一手握着刀，2条腿恨不得跑得飞起来。没时间哭，三七也不哭，那是末世里的常态。哭只会对不起爸妈的拼命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在途中碰到了之前紧挨着住的大爷。大爷平常捡破烂，还会自制武器。三七那会儿才4岁，经常蹲在他旁边看他变废为宝。那天大爷就开着他手搓电的3轮在逃命，看到我们2个，顺手就把我们捡到后面装物资的垃圾桶里，一左一右的放着，然后继续逃命。怪不得没找到人。走散那次，我也是和爸妈一样，主动去引开丧尸，给三七争取逃跑的机会。只是再醒来时，我被第5政区的人捡回去了。他们说我有异能，队长说成为特区成员后可以提交申请，让特区帮忙找亲属，所以我就加入了第5特区。爸，我后面又找到三七了，就在前年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还有2个月就要过13岁的生日了。当时他奄奄一息地被关在笼子里，连面部皮肤都开始有灰色的丧尸纹路，那双明亮干净的眼睛尽是浑浊。他被感染成了终极丧尸，可能是时间不长，他还没完全丧失理智。所以在看到我的时候，他还踉踉跄跄地爬起来，抓着栏杆冲我笑。你来开一会儿，我歇一下。我啥也没干啊。我是想问你能不能休。哦。诶，我记得有个备用车胎啊。昨天下午紫云装炸药的时候拿出去了，说占地方。毕竟这车我们刚刚才修过没多久呢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面罩？我刚捡的，还有一个，给你。不对，
怎么了？这不是自然爆胎，是火系异能子弹的灼烧痕迹。我们被埋伏了。费雨城枪械消音效果极佳，连开枪声响都完全隐秘。你带炸药先走，这里异能者多，别暴露了。炸药别颠簸。注意，疑似2个高级丧尸出没。是韩非啊，熟人那就好办多了。这看着挺像人的，要不要上前问问？那你去。前面那人，你是人吗？原来不是人！我的腿怎么不听使唤了？车里有炸药哦！啊！我不会要成为第一个被自己异能炸死的异能者吧？原来你这么怕死啊！嘿嘿，我也怕死，所以早就把炸药拿出来了。不是，现在的高级丧尸怎么这么气人了呢？松开！三七，你觉醒异能了！真的是你吗？这也能认出来？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，反正不是我。那你是谁？我是46。老实点儿。涂37，你不要太过分！都说我不是涂37了。行，你是46，我叫你涂46行了吧？你能不能别扯我头发了？算我求你了，要不是四肢动不了，我现在就给你跪下。别弄坏了，带回去交给你们的工程师。另外，告诉他，可以在你的那把枪上加一层真空。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？我还能回去吗？当然了，管你374655的，你好不容易逃了出来，当然要跟我们回去了。他们竟然还不知道我是高级丧尸。那一晚的场景我都有些记不清了，但最清晰的画面就是林路和我哥一前一后的惊惧和慌张。程医生和费雨城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哥是我亲哥，他们3个人有可能出于私心将这事隐瞒下来。但是林路可是一见面就在我眼前出手轰死一只变异兔子的冷漠姐啊！而且之前几次出任务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林鲁在变异病毒一类面前很敏锐，像是一种天生的直觉。可是现在，林路竟然也在帮我隐瞒身份吗？我还是带着吧。好，你现在不回去是有什么计划吗？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跟同伴研究过路线，特意避开了第5支区，往靠西的第2市区绕行的。按理说碰不到你们。是费雨城让我们接这边的任务的。前段时间叶队长他们小队一出任务就被针对，丧尸群追到特区门口都不罢休。为什么？我怀疑那群丧尸是冲着涂玉去的，他们可能有3000期的下落。你们要是有时间，可以多留意一下靠南的任务。等等，涂玉。之前我们也很难理解，但现在看你逃出来，这事就很好理解了啊！他们抓了你，你又跑了，所以想去抓你哥，威胁你了。严霜他们不知我是丧尸，这套说辞对他们成立。但我一直待在大本营，聂无双没有理由抓涂玉，叶明小队也不该突然被针对。费雨城的猜测站得住脚，如果真是冲着涂玉去的话，那这已经是第2次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的同伴还在等我，先走了。墨镜别忘了带给你们的工程师，枪的事儿也记得说。涂3，鄂46，你的红眼病又跑出来了。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那个墨镜里保存了很多高级丧尸的数据，分析的很粗糙，但是原始数据我都备份了。你们回去后交给费雨城，让他找研究院的人重新帮忙分析一遍。
为什么要分析高级丧尸的数据？是被扫描仪识别不出来的高级丧尸的数据。这样的丧尸不是个别，南方还有很多很多，扫描仪必须升级。另外，你们见过我的事情，除了费雨城之外，不要对任何人说起。你还要去丧尸群里潜伏收集数据吗？啊，对，如果声张出去，丧尸那边也会识破我的身份，后果会很严重。放心，我嘴最严了，全队就你嘴最大。时间来不及了，再不走，我同伴该回来找我了。听说特区送了一批人类去第一线区，你们知道这事儿吗？听说那一批人类很有可能就是你说的扫描仪扫描不出来的那种丧尸，所以要送到第一社区去集中检查。我哥还好吗？他好像接了新任务。你们呢？都很好。你的墨镜呢？拿去砸人了。现在怎么办？车子坏了也没办法修。从这里到第一段区，如果徒步的话，恐怕要不分昼夜的走上20-30天。这附近好像是第2旧区吧？嗯，我经常跟第2旧区打交道，这一片很熟悉。那我们去找他们借呗。注意你的身份。哦，那我们去找他们抢。瞧我准备的多齐全。不是，你准备这个还真打算干劫匪去啊？走吧，再磨蹭天就黑了。费公，其他特区的工程师已经到了。借一步说话。收好。他说这里面保存了很多高级丧尸的数据，分析很粗糙，原始数据他都备份了，让你找研究院的人重新帮忙分析一遍。他还说可以试试加一层真空。他是谁？屠四六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保密。你紧张什么？又不是你上台。我不是紧张，我是还没习惯。上次新人赛咱们还跟费雨城和涂37同场竞技呢，现在人家是工程师，咱俩坐底下听课。你不都说了是来学习的吗？再说了，咱们申请了大半年才排到名额，福静羡慕的眼睛都红了。我知道，就是涂三敲出事之后，我总觉得费雨城整个人都变了。上次咱们跟他合作异能烟花的时候，他话虽然不多，但好歹会主动问咱们意见。现在他连眼神交流都少了。小点声，他开口了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本来是这一款武器，但是我忽然得到一个更好的想法，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欣赏下。这像2个人画出来的，一个是60-70岁的泰斗，一个是3岁的涂鸦小孩。你看费公，他在笑，还真是，我以为他已经不会笑了。小费今天好像心情不错，估计是拿到什么新东西了，别打扰他，让他讲。这是一个隔绝结构，如果遇上武器本身无法承受异义能量的情况，可以在枪管内部加一层真空，隔绝异义能量对电容和电磁线圈的冲击。需要的材料很常见，但排布方式需要重新计算。我们现在一起来推导一遍。妙啊！用现成材料做真空隔层，成本降到原来的1/10都不到。这思路不是常规路径。小费，这图纸是你刚拿到的？一个朋友画的，他赶时间，所以只画了核心部分，剩下的数据是我刚才现场算的。天都黑了。材料是东拼西凑的，核心元件是从扫描仪上抠下来的，框架是别人送的。无论是材料还是手法，这都不该是你能做出来的水平。这说明你的处境也不好，没有正经实验室，没有稳定材料供应，只能用从各处搜刮来的零件勉强拼。陆队，我需要去研究院调取几组丧尸生物脉冲的对比数据，申请已提交，请批准。我就说我记得是这个方向，刚才那是战术性迷路。说的很好，但下次想好再说。你带着我在同一片沙地里转了3圈，第1圈你说就是这边，第2圈你说刚才走反了，第3圈你说这次绝对没错。现在要怎么去打劫？别着急，
总会有机会的。如果真是把那批人类送去第一政区检查的，那其他政区肯定也有同样的安排，因为不止第5政区新建了人类基地，现在就看运气了。要是第2政区的人早就送走了，那他们想搭顺风车的计划就要泡。你听，是顺风车？刀？不是，怎么真的有刀片啊？不是顺风车，是沙尘暴。沙地和沙漠还是有区别的，这地方哪来的沙尘暴？不是沙尘暴，是龙卷风。以前我总觉得出去做任务的扶桑是偷懒了，现在看来是我欠扶桑一个道歉。原来做任务这么坎坷。来不及了，尽情享受吧。这玩意儿风速太快了，现在挣扎也是徒劳。我力气大，你保护好炸药，我抓着你，我抓着，这样咱俩一定不会被冲散。咦，队长，这里还有2个人。糟了，青代，你清醒一点。异能者发现我们了，但是他没发现我们是丧尸，你快点把绿眼睛藏好了。他们都围过来了，现在要怎么办？随机应变。你先装睡，你这眼神太冷酷了，实在很难装无辜。你好，可不可以先救救我朋友？他摔得有点严重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摔晕了，一会儿就醒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之前没见过你们。我们是第5社区的人类，原本要去第1市区做检查的，但是路上出了意外，之后又碰上了龙卷风，醒来就在这里了。你们是？别怕，我们是第2特区的异能者队伍，我叫周林。我们也是护送一批人类去第1特区检查的。你们既然走散了，那不如跟我们一起吧。谢谢你们，你们人真好。他们不会真去核实吧？当然会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加了点料。你的置换异能等会儿配合我一下，不用太强，能让他们看通讯记的时候看到他们想看的就行。核实过了，没问题。你们跟我们走吧。姐妹，你们基地的染发技术很高绕啊，分界如此清晰，颜色也很高级。你染多久啦？实不相瞒，是我染的，染了快有半个月了。这绿色都是从特区带回来的变异植物里提取的，怎么样？效果不错吧？原来你是 Tony 啊！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可以找你染吗？我太喜欢这个绿色了，很明亮艳丽，但饱和度又不会太高。生机是末世最有吸引力的东西了。行啊，等检查完了，随时找我。太好了，我可太期待了。对了，姐妹，你们路上有没有遇到啥危险啊？运气差，遇上龙卷风，差点交代在荒漠里。天哪，那也太惊险了！还好赶上异能者队伍了。你们被查出了什么问题？哎，我们那个基地的人都是战士们从外面救回来的，有些人难免碰上过丧尸，比如我就被咬过。不过你别害怕，我当时被咬的口子很浅，而且伤口很快被我妈拿刀剜去了，没有被感染的。但是前段时间做完检查后，我就被隔离起来了，不会是有什么隐患吧？该死的丧尸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消灭他们。我跟你一样，也是被丧尸咬过，但是没有被感染。怪不得你们会被我们特区的战士们捡过来呢。要是没有问题，你们2人应该被送回基地才是。坏了，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变成丧尸？不然为什么要被拉到第1特区去检查？那也没事，我们要是变成丧尸了，也可以去打丧尸，然后成为世界上最后2只丧尸。要是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是下午坐车太久，有点晕。奇怪，怎么这么多动物啊？春天来了，老几在南方大家都没得吃，不是南方安排的，不是我们的人，应该是野生丧尸群。我们还要走多久？再坚持一下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大家不要惊慌，因为医院没地方放我们最新的仪器，所以等会儿我们的检查会在研究院里做。研究院里最近接纳了不少人，以防一会儿走散，大家可以先戴上这个定位手环。请问小五和小青是哪2位？你们原本是第5特区的人是吧？先带上这个，一会儿进去了，我再带你们去第5特区的队伍。确实只是个普通定位器，起码不会放电。
老父亲是找到了，可我还是不知道37到底怎么回事。城市一个讯息把我叫过去，岳灵一针麻醉把我放倒，醒来就被绑在担架上。现在倒好，城市躲在研究院里不肯见我，我又没有进研究院的权限，还不能在附近晃，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全世界都知道真相，除了我。是37哥哥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研究院联系我们来接2个人类，说是走丢的，被第2株区的人送过来了。可我们队伍有走丢的人类吗？都已经抵达2、3天了，人数早就核对过，没有问题。这2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可能有什么误会，我跟你们一起去看看吧。正好我有理由进研究院了。行。研究院又发讯息来了，说是他们搞错了，已找到第5特区走散人员，无需支援，请返回。是他们搞错了。还是进去看看吧，万一等会儿又说搞错了，我们还得再跑一趟。也是，都到门口了，进去看看也不费事。已经进来了，接下来分2步，先甩掉它，再摸地形。可以带我们去一趟卫生间吗？没杀他，他又不是坏人。走吧，这人早晚会被发现，我们必须加快速度，分头行动。行，你去找合适放炸药的位置，我去找别的。聂无双说这里在重新做实验，严霜说这里在集中检查潜伏丧尸，2种说法完全相反，我不能只听他们说。2小时后在刚才那个走廊口汇合，如果情况不对，直接用通讯器联系。眼见耳听都可能为虚，只有自己发现的最可靠。定位停下来了，或许真的是误会，他们已经被其他船区的人接走了。你怎么知道是误会？定位还在更新吗？不更新了，停住了。前面是卫生间，谁会在卫生间里等人来接？出事了，有人在研究院里动了手。那2个定位手环本来是戴在走散人员身上的，现在全套在他手腕上。这人被打晕，塞进卫生间，定位手环被转移，还从研究院内部发了假讯息，说搞错了，不是误会，有人混进来了。知道0号实验吗？连研究院内部都只有一部分人知道，这保密级别够高的。没事吧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，但是听警报声，可能是有外来威胁闯入。你先回自己办公室避避吧。那个研究员被发现的比我预想的要早。不管了，我现在穿上这身衣服，那就是研究员。大家别慌，保持秩序。我们已经联系异能者过来排查了，能回到自己实验室的就迅速回去，隔得远的可以就近躲进附近的实验室里。诚实医生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就算是护送第5特区那批人过来，也不该像刚才那样，俨然一副主心骨的样子。是我眼花了，这眼睛是真该换了。差点被发现，我倒不是不敢面对他，我是怕他会拦着我查实验体的事，而且我也不确定他知不知情。要是不知情的话，没必要把他牵扯进来。程氏医生是个好人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好人程氏怎么会在第1特区的研究院里？眼下警报被拉响，时间就更紧了。先不把你打晕的。他们是跟着第2特区的人类队伍来的。第2特区的人说你们确认过了，他们带着定位器，然后说要去卫生间。是这2个吗？这怎么会在我手上？我想不起来，不管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具体的经过。别着急，你先说说那2个人有什么特征？没了定位器，只能根据特征找人了。是2个女孩，一个中长发，微胖，但是脸蛋很瘦，跟你差不多高；另一个齐肩短发，高一点，她的头发是绿色。是丧尸。你去拉研究院的警报，让他们开始防范。小文，你找队长去跟第2庆兴区确认一下，这2个人是不是我们特区的。倪阳，联系第1兴区的异能者，让他们赶快派人来。是。指路，我送你过去。第1论区虽然经常被丧尸组团光顾，但像今天这样直奔研究院还是头一回。消息传出去后没多久就会惊动上层，倪阳那边应该很快就能摇来帮手。带队的大概是之前新人赛的徐老师和李霞，葛副队估计也在赶来的路上。你躲好，别出来。找过了，这里没有。要是其他特区的人我还能应付，
可我现在怎么有一种被第5车区的人被包围了的错觉？怎么哪里都能碰上熟人？我没走错啊，这是我的私人办公室啊。爸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先回去躲好，别去外面凑热闹了。你一把年纪了，被丧尸咬一口可不是开玩笑的。知道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快开门。这不会是哪个研究员的单位宿舍吧？这人大概是个血库管理员。涂玉，我哥的血液分析报告为什么会出现在第1制区？房门都是工程部统一上原线的，我10分钟前才开过，不可能坏了。我就知道你不把我说的话当回事。我推不开这门。刚才有个年轻人进去了，现在我一直打不开门。你说会不会有可能是那只闯进来的丧尸？你刷过了是吧？让我来，力量型异能，专业对口。一会儿要是对方强行闯进来，我直接一个飞身暴击，完全可以趁着他蒙圈的欠打逃之夭夭。我靠！这下是真撞枪口上了。37，爸，涂玉，别睡了，快起来修门！涂玉，哥！37，还37呢！你个臭小子，快点把我的门修好！要是现在不把它藏好，一会儿被异能者发现就跑不掉了。人太多了，我身上那点炸药已经放了，你最好。所以，你这微胖的肚子上装的是炸药？原来是 T 博士，好久不见。收好你的异能。啊，那个37啊，我带了营养剂。大乔，怎么准备动头？不用，里面的丧尸听着。所以，刚刚那人是涂37。别追了，你们抓不住他的。你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是炸药！青代刚刚放了炸药，快撤退！副队，走！去通知监控室，让他们拉响全场疏散警报。通知上面，研究院有炸药，全员撤离，快！底下！地下1层必须走廊发现炸药，所有研究室立刻锁门撤离，不要收拾东西，直接跑！工程部的人呢？派人去关天然气阀门，快！炸药一炸，天然气管道全得完。我就说今天警报响的邪门，还真是丧尸闯进来了。你呀，你这位置怎么偏偏在这儿？我的腿怎么不听使唤了？这不是跑，这是飞啊！你的眼睛，37，涂玉文机系，37被压在 B 区走廊了，叫人来帮忙！这不科学，哪里不科学？淋过雨的炸药根本不可能炸开这么大一片，我们跑出去那么远了，顶多被热浪气波击飞出去，怎么还会塌整整2条走廊？第1信区研究院是豆腐渣工程吗？我求你了，你先出来再说话。你半个身子还在废墟里呢。爬不动了，你帮帮我。你这是还长胖了？不是，装了点东西。哎呦，好痛啊，走不动了。下次不用装，直接说就行了。行，咱们赶紧跑吧。我觉得这豆腐渣工程很有可能会来个2次爆炸。这研究院建在地下1层，很不通风，爆炸后产生的气体在这种状态下极有可能2次反应，再来一波就真出不去了。副队，他就是之前让第5制区声名大噪的那个涂工程师。是他，新人赛的追踪异能弹
就是他跟费宇成一起研发的。有些事情我实在好奇，很想跟副队聊聊。不过这里好像不太方便，还请副队安排一下了。通知陆队，就说第5特区出走的那个图37在第1特区研究用，让他亲自来一趟。37，图37，完了，这下图37的身份已经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了。我再怎么努力，也不可能让他恢复第5特区图工的身份了。徐老师，今天那2个高级丧尸上面会怎么处理？其中一个是从第5术区出来的，副队刚刚就派人通知陆队了。以陆队的性子，估计会亲自过来处理。或许还有转机，估计也是知道了什么。程医生，红眼病还能一闪一闪的吗？这个问题你得去问病毒，不是问我。之前老大下达的指示是帮助图37潜入研究院，炸药都是次要的，但一定要让他见到 T 博士，然后让2人反目。哪里用得着我去挑拨？任谁见到曾经往自己身体里注射各种病毒和试剂的邪恶博士，都会心生恨意的吧？但老大能让我活，所以听从安排就是了。可是现在 T 博士是图37的亲爸，而且从目前情况来看，图37似乎还不认为该博士是邪恶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副队，太沉静了，站着的干嘛？来，副队坐这里。说吧，你想聊什么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我好像是0号实验里唯一的成功体。他竟然是成功体，怪不得老大要花那么大功夫把他从第5特区逼走，怪不得老大对他一向宽容，甚至去了战线也只是让他在后方玩，怪不得老大重修的那个实验室并没有什么制造武器的工具，到时候会被研究的根本不是武器，是图37。成功体一旦提取出他体内的特殊成分，我们在保持强大的基础上，有限的生命就可以得到延续了。37，你想起来了。